Hello， 大家好，帅 J 今天要带大家去奈良看切鹿角的活动。今天下着雨地上湿淋淋的。切鹿角的活动只有短短的3天，其中前一天因为下雨，所以停止举办。今天是最后一天。那大家都知道可以去奈良公园看鹿，但是呢，其实除了一般的看鹿行程外，还有2个是特别隐藏限定版的行程。一个就是6月的时候可以看小鹿，一个就是现在9、10月的时候可以看切鹿角。那鹿呢，在古代被视为是神明的使者，所以像现在在2个神社的柱子中间，一个鹿看着你，哇，难道就是神在看着帅 J 吗？不管那么多，帅 J 继续的往前走，走在路上，往切鹿角的会场前进。其实像切鹿角跟看子鹿都是在同一个会场。那基本上呢，在一般的奈良公园你是看不到的，必须要再往更里面走，在春日大社里面。那春日大社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感觉有点就像森林。那奈良公园的话是路比较平坦铺水泥。那这边你要进去看这个切鹿角的话，需要在入口处先买票，一个人1000块。其实看子鹿比较便宜啊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。那上了楼梯之后，就可以看到是一个会场。那这个会场呢，其实就是帅 J 的感觉有点像是以前的赛马场的感觉啦。等一下鹿在跑起来之后也有点像赛马，不过大家等一下再看看。然后在这个会场的底端就在这个地方，上面架一个看台，里面有主持人在做介绍。好，现在就是切鹿角的活动开始了。首先拿着红色旗帜的被称为士子，他会负责把鹿驱赶。驱赶之后呢，到某个地方，这边会有工作人员呢，他们会拿着一个套索套住鹿的脚，套几次啊？这是成功的一次。那鹿一旦被套到之后，就会开始的挣扎。这时候呢，就是一场人跟鹿之间的搏斗。那帅 J 把这边快转一下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基本上就是工作人员他会把这个绳子缠绕在一个木桩上面，慢慢的收紧。那鹿当然也是会不断的挣扎。这个时候呢，鹿在挣扎的时候就越来越靠近这个柱子。最后面呢，这个人工作人员他看得非常的仔细，在这个鹿稍微有点空档的时候，赶快冲上去抓住他的脚。其他5、6个大汉呢，也马上就一涌而上。哇，这个地方很惊险因为鹿是野生动物，脚在这边乱踢乱撞，其实我都会在这边捏了一把冷汗。那基本上呢，就几个大汉冲上前去把鹿按住那不让它再挣扎。好，那鹿被按住之后，接下来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。那帅 J 在这边感觉到非常的澎湃啊，好像看到古代的人在狩猎野生的时候，野生动物的时候，那种跟自然搏斗的感觉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因为已经把鹿按住不动了，就把它头上的绳套解掉，然后呢，大家就会一起把鹿搬起来。那搬到哪里呢？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远方会有一个地方铺了一个白布，就是这样。不过帅 J 也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鹿在这时候就不会挣扎了呢？他们也没有使用麻药什么啊。等一下你会看到等一下一做完整个仪式，鹿就会恢复原状。这时候神官过来，他手上拿着一个茶壶，他会先给鹿喝一口水，安抚他的情绪。那个是给他喝水的动作。然后呢，摸摸他的头，安抚一下他。然后这个时候，神官呢就拿出了锯子，大家注意看拿出了一根锯子，然后按住鹿角，开始切鹿角。哇，各位，这个鹿角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够切掉的这就像是砍柴一样，要来回不停的锯啊。这个奈良切鹿角的仪式呢，据传是从江户时代开始，已经有340年的历史。然后这个其实你鹿角不去切它，它到冬天的时候也会自然脱落。但是为什么要特别去切它呢？因为公鹿在秋天的时候会进入发情期，你如果放着不管的话，鹿跟鹿之间会打架，
那这个角的话就会互相的戳伤。所以呢，像这种切鹿角看来是残忍，其实是一种爱护鹿的表现。然后切这个鹿角会不会痛呢？答案是不会。这个鹿角基本上它里面没有血管，它就像人的脚趾甲一样，所以你切掉之后，各位看，现在切好了，神官把这个鹿放在地上。那鹿有2只脚嘛，所以现在切另外一边。好，那我们看其实这个切的时间还算蛮长的，因为就是不好切。但是其实如果你在现场的话，配合的这个切，那上面看台上面有人在打鼓，其实也不会无聊，看了就觉得非常的澎湃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讲到，其实这个鹿角呢，在中国鹿角是一种中药，所以帅哥一直去讲说这个鹿角，在中国是不是有类似的意思呢？帅哥就不晓得了。好，2只脚都切下来了。好，搞一个段落。这个时候呢，神官他会举起2只切下的鹿角，朝各方位展示一下。好，展示完了之后呢，神官就可以退场了。这个时候，工作人员往前安抚一下鹿。帅哥还听到说，有个工作人员还会跟鹿说"すみません"，真的是非常的有礼貌。好，接下来精彩的一刻要来了切完鹿角了，工作人员他们就会开始倒数，然后放开，鹿就跳起来了，马上恢复原状，非常的有活力，然后鹿就退场了。到此切鹿角就告一段落。那所有的工作人员呢，就排站，跟大家一鞠躬。谢谢大家。好，那全部的话呢，大概总共有3只鹿，但是有2只鹿被抓到切角，然后这个就结束了。但是整个奈良的鹿好像有几千只吧，所以这个真的是展示啦。实际上，帅哥猜大概这些有长鹿角的鹿，应该私下在其他场所是被切掉。然后出来会场之后呢，有这个吉祥物可以拍照，你就捐个100块一个人，就可以拿着鹿角，工作人员提供的，然后穿他们的爱鹿协会的服装，还有一些工具啊，什么刚刚的套索啊、镰刀啊，就跟鹿拍照。后面有在卖纪念品的地方，最特别就是这个这个地方有在卖切下来的鹿角，有成年的鹿在右边，左边是比较紫鹿，那你可以买一个当回家做纪念。不过帅哥没有买。好，那看完了切鹿角的活动之后呢，帅哥当然呢来了奈良，重点还是什么？还是要跟鹿亲近啊，就是要喂鹿。在这个春日大社前面右边的一个贩卖所，有在卖鹿的鲜贝。各位看这个秋冬的时候，鹿身上的花纹都会变淡，变成这样褐色的，然后脚又被切掉，看起来很像一只小猪一样。其实帅哥觉得蛮可爱的。这只鹿很贪吃，大家注意看它的尾巴会摇来摇去，然后它看着这个鹿鲜贝下面的饮料，还伸出舌头舔了一下，还示意帅哥还不赶快买，正在这边等你嘞！我是神的使者，还不快进贡给本王！你看他的尾巴一直在摇。好，那帅哥呢？这个时候呢，就赶快掏钱，这200块一包鹿的鲜贝。讲到这个鲜贝啊，各位你要喂鹿的时候要小心啊。鹿是很温和，但是他们贪吃的个性到哪边都一样。那帅哥上一次在喂鹿的时候呢，一开始第一次喂没有警觉性，结果鹿就一直追着帅哥要鲜贝。那帅哥喂完了嘛，然后那么多鹿涌上有点害怕。这个时候，其中一只鹿呢就咬帅哥的衣服，咬衣服没关系，但是后来有一只鹿没有咬到衣服，直接咬到衣服下面的肉，还是大腿的上侧。哇，这差一点就中要害啦！帅哥以后就要改名叫帅 T 所以各位在喂鹿的时候呢，你要小心看到比较热情的鹿的时候，你最好还是跑远一点，然后找到一些比较害羞可爱的鹿的时候呢，再慢慢的喂，这样比较可以享受喂鹿的乐趣。那帅哥看到这些鹿，基本上就是
变色以后哈，这个看起来很可爱哈。它吃完哈，有些还会跟你像刚刚一样哈点头哈，跟你在说拜托再给我一些。那帅贼就通常都是还会再给他一片啊。在这个年代，不但人要有第二技能哈，鹿也是一样哈，会点头的鹿可以吃的比较多，吃的比较肥。好，不过有些鹿哈也是有点害怕，你看像这只鹿哈，它就闪了，不敢过来吃。好，那像这只哈就很可爱哈，那你吃完以后你还可以偷摸它的头，好，你看它有些让你摸，你就摸到它的头发，其实有点突出的啦，就是蛮野生动物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帅贼哈常常来奈良喂鹿，其实看小鹿也有来看，好像这只也是很可爱哈，他也让帅贼摸他的头，真不错。你看他点头了啊！我们看到他点头，好跟你说拜托再给我一片啊！帅贼好，把最后一片哈给你哈。那个籽哈不是帅贼偷懒哈，那个籽就是也可以吃的。还跟你继续点头吗？不过最后一片了哈，不好意思啊，另外一只也过来了哈。我帅贼还又买了一包哈，所以还是就继续的喂给大家吃。你看很容易哈，你喂一只之后，第二只就过来，然后第三只也会过来。但是就像刚刚帅贼讲的哈，有时候鹿太热情的话哈，也是要小心哈，他们不小心误伤你哈。因为你要注意哈，鹿是不吃肉的，所以它牙齿是平的，它咬到你，你不会受伤，但是你会会黑青一块，所以还是要小心啊。但是鹿实在太可爱了哈，所以就算被咬过，帅贼还是一样不害怕，继续的喂鹿。好像这只哇，它就脚还没有被砍入脚，不过它很害羞就跑走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到此告一段落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今天切鹿角的影片呢？那我们下次见。